600年前的一个春天，武当山五龙宫旁的一棵狼莓树突然结了很多的果实。史书记载，一个叫李素熙的道人派人把狼莓果送到了朝廷，命永乐皇帝大喜过望，赐予重赏。这一年是永乐皇帝登基的第3年，各地奏报的瑞应事件早已是层出不穷。一枚小小的狼莓果为何能赢得帝王的欢心呢？一场春雨过后，武当山紫霄宫的王道长带着徒弟上山采药。修道之人大多精研医术，穷究药性，以求修生养性。在他们心中，这座大山就是取之不尽的道药宝库。回到宫观后，王道长忙于给等候多时的道友把脉祛病，讲解药性。风热上攻了，上焦有火，有火啊？主风眩、头晕啊，咽喉疼啊，缺乏津液了。这是玄参。这就玄参。玄参的苗子都这样，用是用根儿的。这个生地出怀腔府，就是现在的焦作附近。生长于这座大山，道人们习惯了用道医道药调理身心，追求长生不老、向往永恒的逍遥是道教不变的主题。千百年来，这座大山的道人们都在探求人生长寿的奥秘。明嘉靖44年，一个儒生打扮的人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武当山。方志记载，他居住于古神道旁的黄龙洞内，此行是为了寻找一枚传说中可以长生不老的仙果。在翻山越岭历经艰辛之后，他在自己所著的《本草纲目》中收录了武当山近500种中草药。这是一趟收获不菲的旅程。欣慰之余的李时珍却遗憾于传说中的仙果被专人看守，只能皇室专享。无奈之下，他翻墙偷采了几枚。然而不知什么原因，《本草纲目》上只留下了简单几句：狼莓产自武当山，树尚在五龙宫。当年李时珍看到的狼莓树，如今只留下这个巨大的台基。一棵树能受到如此的礼遇，这更加引起了人们的好奇。狼莓究竟是什么？是莓？是杏？它为什么被明皇室如此崇奉？在搜寻众多的古籍后，武当山志给出了一条较为明确的线索。书中记载，狼莓是狼树与莓树的嫁接，它源于一个和武当山主神玄武大帝相关的神话故事。相传玄武年少时在武当山修道，由于意志不坚，有了下山离去的念头。就在这时，他在魔真界遇到了道教神灵紫气元君的化身，在魔力铁棒。
然后他问他说：“你这个铁棒你磨它干嘛呀？”啊，这个老人家告诉他说：“我这个家里面需要有一个绣花针，啊，但是呢现在没有，所以我只好呢把它能磨成一个绣花针，啊。”那他说这么大的一个铁杵怎么能磨成绣花针呢？他说只要你这个锲而不舍，你就能把它磨成绣花针，啊。这是一尊明代道教神像珍品，在道经故事中，修行路上的玄武多次受到他的点化。当化作魔真妇的紫气元君出现后，少年玄武领悟到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道理。于是今天的武当山有了一个名为魔真井的道观。相传玄武在回山继续修道的路上，他将梅枝插入廊树，许下了一个心愿：如果修成正道，此树枝成活，42个春来冬去，潜心修道的太子最终在武当山得道升仙，狼梅开花结果。这是一个流传已久的道教故事。元朝末年，一个叫李素熙的道人来到武当山时，或许他对这个故事早已了熟于心。此时的武当，冬日的积雪掩藏着战争的创伤，萧条的时光总是比喧哗时显得漫长。30而立的李素熙满怀着热情，他将修行地选在了古狼梅台旁的武龙宫。面对因破败而安静的大山，李素熙在思索着一个他的前辈们不断重复的话题：如何能让武当再次兴盛呢？生活在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李素熙非常清楚，衰败的元朝皇室已摇摇欲坠，武当山需要另一个强有力的支撑。那么谁会是下一个至尊无上权力的代言人呢？此时千里之外，一场决定生死的大战正拉开序幕。为了争夺皇位，朱元璋与陈友谅决战于鄱阳湖。因为大家都要赶快摆脱这个战争，或者是速战速决，或者是大家撤离，怎么办？封锁湖口。朱元璋的船封锁湖口以后，陈友谅就发觉他的归路已经断了。面对悬殊，朱元璋决定采用更有利于自己的火攻。就在这时，东北风骤起，陈友谅的巨舰正处于下风口，不一会儿，湖面火光滔天，陈友谅大败。那个时候，因为那场战争是空前惨烈，是他的这个太祖得位的这个最关键的一战嘛。而这仗呢，这个非常非常危机，是吧？这个太祖的船也曾经被击中，这个就是险些就是遇难嘛，是吧？那么在这样一种激烈的环境里边，那么发生这个风云变幻，那么转败为胜，以弱胜强，这样一些情况下，当时人们很容易把它就是归咎于这个神灵的帮助。我们无法得知这件事情给明皇室带来了怎样的震撼，以至于50年后，当朱元璋的第4个儿子朱棣大修武当山时，在一块圣旨碑上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的父皇之所以能够得天下，这是玄帝显灵佑护的结果。也许经历了那场战斗之后，本来就笃信道教的朱元璋认为这是北方水神战神玄武的护佑，
在战争中长大的朱棣对此事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来自武当山的玄武神在他的心中变得神圣而亲切起来。成年后，每当藩王来南京觐见父皇，返回前朱元璋总会让藩王们在端门祭祀真武神。这时被分封在北京的朱棣总是比其他人显得更为虔诚。虽然远在湖北，当朝皇帝对于玄武神的器重也逐渐被李素熙所了解。这时他的师兄邱玄清被朝廷看中，选拔到京城担任监察御史。送走了师兄以后，李素熙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果然不到5年的时间，邱玄清就从一个正7品的职位升为正3品的太常寺卿，这是武当道人所得到的最高官阶。当时武当山供奉的玄天上帝也是朱元璋非常崇拜的一个神。朱元璋在他南京那个地方修了9座庙，其中有一个庙就叫真武庙。那么真武庙是真武神是保佑朱元璋夺取天下的重要的神，所以说他才在南京城修真武庙。那邱玄清他懂得整个道教祭祀的一套礼仪，所以受到朱元璋的特别重视。一边修整宫观，一边期盼着来自京城的消息。在等待中，李素熙一点一点地描画着自己心中的武当。然而在师兄走后的第12年，他却听到了一个自己最不愿意听到的消息。今天的武当古神道旁散落着众多道士木塔，这是大山对道人的认可，只有高道才能长眠于此，而木塔的高度也代表着墓主人的身份。67岁，邱玄清溘然长逝，葬于武隆宫黑虎涧之上。他以另一种方式回归了武当。高道的先去让朱元璋唏嘘万千，而此前太子朱标的突然病逝更让他始料不及。接下来他将为大明王朝的后继进行一次艰难的选择。明朝实行什么制度？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因为朱标是嫡长子。那么朱标死了以后，还有谁在呢？朱标死了以后，还有秦王，还有晋王，第4才数得上是朱棣。如果要立继承人的话，那么秦王和晋王肯定要在朱棣之前。朱棣当时并不显示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在北京的王府中，燕王朱棣度过了他生命中最难熬的10几天，只有这时他才知道，原来自己对皇位是那么的渴求。他冰冻了多年的心开始复苏，然而现实却并不在他的意料之中。尽管朱元璋非常悲痛，旁边有一个人叫做刘三五学士，说好太孙，什么意思呢？说皇太孙不错，这个皇太孙就是朱允炆，这样立了朱标的儿子作为继承人，按照嫡长子继承制法定的制度，所有的人对于皇位的觊觎就全部都摆平了。公元1389年，朱允炆继位，改年号为建文。正当李素熙思量着新皇帝对武当的态度时，山下传来消息，武当山将迎来一位极其尊贵的客人。他是谁？为什么会在这时来到武当呢？
公元1982年的夏天，武当山紫霄宫的雨季池内有了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一直以来，考古学家们都将建文年间的文物视作稀世珍宝，因为建文在位仅仅短短的3年时间，而这3件文物填补了考古学界的空白，也让史学家们更清晰地了解到600年前的明王朝究竟发生了什么。他这套东西呢，是这个朱元璋的儿子，第13子这个襄王所用的，所以那个上面啊，据这个有关考古人员说呀，说在最初发现的时候，玉简的上面呢还有襄王的名字，但是那个名字呢是用朱砂写的，后来呢残失掉了，所以根据这个来呢，可以判定它是明朝初年的。最引人注目的是这条精巧异常、栩栩如生的金龙，为典型的明代初期独具特征的闭嘴龙龙纹造型，另伴有玉璧1件、玉简1枚。因长期埋入土中，玉简出土后呈灰黑色，正反均刻有文字。这是一种叫头龙的道教仪式中所采用的法器。目前这3件文物是我国现存唯一一套比较完整的头龙法器。头龙这种活动呢，都是在名山大川、大的这个江河、湖泊、这些名胜之地啊，来进行这种活动的。显然呢，就是在永乐皇帝没有建这个武当山这个宫殿之前，大力兴建之前呢，这个武当山呢就已经作为一个道教名山呢，在这个当时人的心目中啊，这个地位就是非常巩固的。那么襄王为什么要到武当山来举行头龙法事呢？古代的帝王和一些高级贵族，在政治上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之后，或者是导致他心绪上的一些那个不宁的时候，往往都求助于宗教，或者呢是投到宗教活动当中啊，求得一种平静和安宁。我估计当初这个襄王的心态啊，之所以进行这样一场头龙啊，这样一场活动呢，就跟这个有直接的密切的关系。原来建文帝登基之后，整个心思都集中在如何消除藩王的威胁上。分封在湖广的朱柏，眼见着雄霸一方的藩王纷纷获罪，信奉道教的他急忙派人赶往武当山开建灵坛，祈求道教神灵消灾赐福。朱柏按道教特定的方法，将玉简金龙和玉璧秘密埋入地下，希望金龙能带上他的心愿抵达天庭。处于急流漩涡中的朱柏向玄武神虔诚祈祷，他渴求安宁，然而一场纷争却在所难免。说提起呀一本准啊有啊有啊，那总有啊就是一颗修心去哟，他本是啊作家的后啊代啊根呐，封他要7倍哟，真那天都知哦。又封他8呀北汉状元呐的身，那天子啊状元都啊不等啊，
这是武当山脚下的村民们世代传唱的民谣。一直以来，武当山因为山高林密，帝王前行多有不便，故每逢祭祀都是臣子代劳。襄王朱柏也因此成为了第一位到武当朝圣的明代藩王。而同样是信奉玄武神，朱棣却用了迥然不同的方式。公元1399年，朱棣40岁，面对建文帝的步步紧逼，朱棣决意起兵对抗侄儿建文帝。就在举起造反旗的时候，突然天阴下来，白天都很黑。可是没过多久，天裂了一道缝，一道光照下来，从天通到地下，很亮。大家说这是吉兆。仗剑披发，这个就把头发打散了，手里拿着个宝剑，做出那个真武神的样子，然后就问他的谋臣这个姚广孝是吧？就说是你看见有没有这个神呢？那个说有啊，就是那个神是什么神？就说是这个真武神。然后这个三军就欢呼。这是中国历史上富有戏剧性的一幕。这一年，朱棣将自己与玄武神融为了一体。因为朱棣是一个打仗出身的一个将领，他手下的士兵打仗的时候都要到真武庙，北京的赵应宫真武庙去拜真武神。现在他要起兵和南方的朝廷交兵，从势力上来讲是敌众我寡，处于劣势，那么士兵们肯定感到胆怯。他在这样一个特殊场合下披头散发，做真武附体的样子，肯定就告诉士兵不光是我自己作战勇敢，而且神也保佑我们，这个北方之神这个战神保佑我们燕军一定会取得胜利。经过3年多的靖难之役，公元1402年6月17日，朱棣即皇帝位，改年号为永乐。在祭文中，他动情地说：“朕肃清内难，幸得北极玄天上帝的护佑，来日定大修宫观，答谢神灵。”他实际上是这个属于逆乱的，是造反的，这个是夺皇位的，这个夺权的这一派，他必须给自己制造一个，他是真命天子，是有神这个保佑的，就是制造一个合法性的这个借口，对他来说特别必要。因为对于南京的皇帝来说，这个没什么，这就剿灭叛贼，这个他就是正统，是吧？争正统，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争这个政治的合法性。在等待了近半个世纪后，李素汐知道机会终于到来了。已经是武隆宫提点的他，更加留意狼莓树的生长。永乐3年，狼莓开花结果，他派专人将狼莓果送到了京城。朱棣作为一个新皇帝，在这个时间，首先是应该是杀了很多反对他的儒家文臣，从武力上镇压了反对的声音，但是还不能让全国的老百姓对他心服口服。这个狼莓果来的正是时候正是因为这个狼莓果的出现，让他感觉到他的这个君权神授是他统治合法化的这件事情有了很好的一个宣传的主题。这是明朝皇室敬奉给武当玄武神的供器。正如李素汐所预料的那样，对于玄武神的崇拜加重了小小狼莓在朱棣心中的分量。更何况狼莓并非年年都开花结果，他认为这是神灵对他统治的认可。于是永乐皇帝对李素汐赐予重赏。
献狼梅后的第2年，武当狼梅再次开花结果。这一年，78岁的李素熙奉旨进京。史书记载，朱棣在休憩宴贤的便殿接见了他，问以理国治身之道，他以道德奏对。永乐皇帝很高兴，赐赏下厚重的礼物，让他回归武当山。他把这个狼梅果拿来以后，赐给了文武百官，每人很稀罕的3颗2颗，作为武当山的珍品贡品，赐给文武大臣。告诉文武大臣什么事情呢？武当山的玄天上帝真武神保佑我们，保佑我这个新皇帝。你看，现在我一继位，结了这么多果实啊，这么漂亮的狼梅果啊，你们拿到这个果实也应该想到，我当皇帝并不仅仅是靠武力，还有天上的神灵，道教的玄天上帝保佑我。从此，狼梅果被列为贡品，每年由武当山进献。整个明王朝的时代，无数官吏、贤士、名人、骚客们都抱着不同的追求和梦想，频频登临武当山，不惜重金求购，以睹其灵迹。今天我们仍然可以读到当年那些文坛巨子们吟诵狼梅、赞美武当的诗篇。当年每逢大庆，皇帝都把狼梅果作为对有功之臣的赏赐，朝廷功勋大臣们都把能得到狼梅果作为一种政治荣誉。这种小小的果子也因此成为了世间的珍奇。公元1623年，36岁的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游览武当山后，在《游太和山日记》中写道：狼梅仙翁祠前有棵特别高大的狼树，一点树皮也没有，光滑地耸立着。狼梅花开时和桃花、杏花一样深浅，成片的花色映照山冈，让山崖都绚丽无比。徐霞客见到的狼梅仙翁祠，在通往最高峰金顶的途中，是全山16座祠庙中最大也是至今保存较完整的一处。当年五龙宫道士李素熙进献狼梅果后，永乐皇帝敕建了这座狼梅仙翁祠。然而让人大惑不解的是，狼梅的兴衰竟与明皇室的存亡共适中。自清以来，神奇的狼梅果却在武当山突然消失，独有狼梅仙翁祠迎风而立。此情此景，让诗人们感慨道：狼梅历历传消息，莫为仙家隔渺茫。无论春夏秋冬，王道长都会在闲暇时打一套他自创的养生棍法，这个习惯已经保持了近20年。600年前，武当道人李素熙也一直保持着清修道士的风格。在武当越来越为永乐皇帝重视后，他退隐于五龙宫旁的自然庵。永乐19年，93岁高龄的李素熙对弟子们说：“如今教门已兴，我没有遗憾了。”语毕，端坐而逝。这一年，紫霄南岩相继重建完工，通往金顶的神道
已经铺就。李树溪他是一个长期没有这个世俗生活的这样一个道士，是一个清修道士。他死了以后，因为他修炼的过程当中，道教讲小周天、大周天的运转，是他的孤节，他的身体里边的机能和一般人不同，所以焚化以后呢，他的骨头是一种特殊的颜色那么当时的人都认为它是成仙的一种标志。李树溪的墓位于五龙宫旁的古狼梅台，它曾是武当规模最大的道人陵墓之一。从30岁来到武当，经历了2个朝代、4位帝王。李树溪60多年的等待，终于如狼梅般开花结果，最终他长眠于狼梅树旁。太子和皇帝怎么说呢？说这个人真是一个忠君爱国的好人。说这个道士呢，忠君爱国，忠君贡献狼梅这件事就是典型的体现。爱国，他一直为朝廷祈福，为皇帝祈寿，所以说是爱国。所以李树溪这个道士受到明朝皇帝特别重视，给他修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墓，修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塔，而且呢，专门有一块碑竖在他的墓前，上边有皇帝的圣旨，也有朝廷祭祀他的整个过程。如今狼梅仙翁祠内供奉着狼梅真人的塑像。传说中的古狼梅树虽然已无处可寻，但庆幸的是，明嘉靖5年，安徽祁云山道士访武当山时，武当道教将一棵狼梅树赠予了祁云山。公元1998年，武当山将狼梅树从祁云山引回，栽植于狼梅仙翁祠内。这棵善男信女眼中的瑞树引来了众人的朝觐。当年进献狼梅果时，李树溪不知道一枚小小的狼梅果会给自己带来如此的荣耀，他更不知道玄武赐予的这枚仙果又将怎样改变这座大山的命运。公元1406年，朱棣决定做一件他的父皇乃至以往的帝王都没有干过的大事。14年后，北京建起了紫禁城。2年后的公元1424年，另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耸立在了2000多里外的悬崖峭壁之巅，取名为紫禁城。历史学家将它们合称北修故宫，南建武当。